猪猪是个脾气火爆的检察官，他大大咧咧的收黑钱，跟各路权贵走得很近，遇到黑社会朋友有麻烦他还会挺身而出帮忙，见到领导就变得乖巧，各种讨好，简直是个标准的恶劣女主角。另一个女主娜娜和猪猪性格完全不同，娜娜是个私生女，在豪门中受尽委屈，就连老公出轨上了新闻，这成了婆婆打骂她的借口。韩家的其他女人也不好对付，大女儿野心勃勃，大儿子已经去世，妻子一边关注儿子的继承权，一边趁机取笑娜娜。最小的女儿爱拿韩二的丑闻说事，这些女人明争暗斗，个个难缠。韩家聚餐那天，娜娜因为不受韩妈待见，只能旁边伺候，连吃饭的机会都没有，还是被韩妈嫌弃碍眼。此时韩姐带来的一个消息让娜娜更尴尬，她那个没有血缘的妈妈明天过70岁生日，娘家人连个招呼都没打，明显不打算请她。知道这消息的夫家更是瞧不起她。猪猪这边正用不光彩的手段帮权贵子弟摆平问题，权贵子弟最后赔偿了原定和解金的18倍，还被猪猪安排的人打了一顿，出了口恶气。不愧是恶劣女主，做事真够狠的。回办公室后，朱龙给下属放了1周假。猪猪得知卖假花的阿直又出现了，这家伙3年前让他的领导栽了大跟头。猪猪决定抓住阿直，好好表现一番。他在车里拿出和奶奶的合照，只有这时候他才会露出一点柔情。14年前和奶奶吵架后，奶奶离家出走，骑车寻找奶奶时，看到一辆黑轿车疾驰而去，不久就发现奶奶倒地不起，疑似遭遇车祸。猪猪急忙拨打救援电话。当晚附近工厂大火，救援力量都去哪了？回想这一幕，从猪猪的表情看，奶奶错过抢救时间去世了。第二天，猪猪振作准备处理正事，在一个富二代的帮助下，他拿到了高级拍卖会的邀请函。阿直可能会出现在拍卖会上，为了猪猪能顺利进场不被识破，英俊为猪猪挑选了合适的衣服，一切准备就绪。猪猪正要出门时，突然接到电话，打电话来的是韩氏集团法务组的老卢。他们之前从没打过交道，但这次老卢的语气里带着点重要的事要说。他们最后约好猪猪假期后见面，娜娜也计划去这个拍卖会。出门前，他收到江家发来的消息，提醒他就算知道家里有庆祝活动，也别回去添乱。娜娜面无表情，没回消息，就直接去了拍卖会。猪猪在拍卖会上看到一个长得很像自己的女人，吓了一跳。更巧的是，他们俩穿的衣服居然一模一样。正当猪猪惊讶时，阿直突然出现，猪猪赶紧追了上去。同时，娜娜在暗地里也在策划着大动作。她一次性拿走了几幅珍贵的画作，然后在电话里神秘地说：“我和画作都准备好了，你快回来吧。”猪猪一不小心跟丢了阿直。正当他分心时，一辆白色轿车突然向他飞驰而来，同时更严重的事故发生了。娜娜家的飞机出事了，机上人员全都没了。韩家的老大爷听后眼睛一亮，想要见娜娜来吞并他亲家的财产，结果怎么也找不到娜娜，这才发现家里最不受待见的儿媳妇不见了。娜娜失联后，江家的另一个幸存者出现了，她是江家的大家长的妹妹，江家的直系血统差不多都没了。她马上起了坏心思，她直接在葬礼上假哭到进了医院。这时候发生了一个误会，江神把车祸的猪猪误认为是娜娜，韩家人也误会了，直接冲到医院把猪猪抢走了。几天后，猪猪醒来，韩妈还以为她是那个受气的儿媳妇，不顾她还在病床上，就准备因她失踪的事发飙。猪猪没等对方说完，就把她手甩开，一半脸困惑，一半脸露出真相。韩妈老胳膊老腿差点没被甩断，韩家人完全想不通猪猪为什么会这么做。经过一番检查，猪猪身体没什么大碍，医生猜测他可能失忆了。韩妈一听这失忆还用得着猜吗？最后猪猪被确定为遭遇车祸失忆的娜娜。猪猪渐渐接受了这个身份，她突然注意到病房里的电视和门都是韩家的产品，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夫家很有钱。接着看到老公韩二长得很帅，心情大好，好像自己走进了天堂一样，实际上却是一座彻底的监狱。韩家为了抢夺娜娜家的财产，坚决不允许猪猪和外界有任何私下联系。在处理江家后事的时候，韩家人始终陪在猪猪身边。猪猪这时碰到了觊觎遗产的江，他随口说了句姑姑和奶奶很像。江婶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不对劲，娜娜从没见过她奶奶，而且以她以前的性格来看，不太可能说这种话。同时老卢接到了刚从国外归来的男主盛旭，他原是韩氏家族的继承人，14年前父亲神秘死亡，他被剥夺了继承权，他原定的联姻对象娜娜也被夺走。盛旭一直对娜娜有好感，这次回国是为了查清真相，解决新仇旧恨。猪猪在卫生间无意听到有人谈论她是财阀的私生女，她上网一查才知道江家的财力雄厚。网上充斥着韩姐散布的谣言，谣言称江家与这位私生女关系密切，显然是为了争夺遗产增加筹码。猪猪虽然不清楚全部的真相，但凭借检察官的直觉，感觉自己卷入了巨大的漩涡。烦躁之际，他拿出花生来解压。这时盛旭出现，误将他当成娜娜。盛旭记得娜娜对花生过敏，急忙上前夺花生，结果被力大无穷的猪猪摔倒在地。交谈中，猪猪才知道盛旭或许是失忆前的老朋友，他顿感尴尬万分。这时韩二走过来叫了盛旭一声哥，这帮猪猪缓解了尴尬的气氛。吊唁江家人后，盛旭坐着老卢的车离开。越想越觉得今天的娜娜有点不对劲。老卢告诉他，娜娜
不久前经历了一场车祸，盛旭便请这位父亲的老友帮忙，让他帮忙查查娜娜在医院的就诊记录。那是猪猪第一次来到韩家，他被这里的豪华震撼，同时对这里的孩子连招呼都不打心寒。韩爸一家都想拉拢这位儿媳，但他和韩妈说话的高高在上，让猪猪不悦。猪猪果断地回了家，让所有人都惊呆了。然后神秘的管家老白出场了，他从前任会长在位时就在这里，还被任命为理事。他告诉猪猪，为了防止失忆事件泄露，家里把会说韩语的佣人都解雇了，只保留了一名来自越南的佣人阿月，因此猪猪需要承担这些被解雇佣人的工作。心情郁闷的猪猪想，至少自己还有个帅老公。原本以为一夜春宵能缓解疲倦，却没想到韩二冷冷地告诉他，我们早就不同床了，你本来就性冷淡。这些陌生的记忆让猪猪感到非常尴尬。第二天一大早还没亮就被老白叫醒干活。好消息是他意外发现阿月竟然会说韩语，而且和他失忆前关系还不错，终于有人可以聊聊天了。韩妈一嫂和四妹在猪猪面前用英语聊起了看他出丑和争夺江家遗产的事。他们一直以为娜娜不懂英语，没想到猪猪直接用流利的英语回应了，把他们吓得直冒冷汗。猪猪还发现自己会说越南语，阿月来自越南，感觉更亲切了。两人用越南语聊了起来。猪猪得知失忆前自己遭受了虐待，更坚信夫家想夺遗产。最离谱的是，猪猪竟然还会讲法语。他故意在几个韩家女人面前炫耀，他们已经完全认不出这个女人了。夜里，猪猪偶然听到韩家人聚在一起，讨论如何对付这个性情大变的儿媳。邪恶的韩爸打算拿到江家遗产后，给这个私生女儿媳安排一场意外，吓得猪贝不小心发出声响。在韩家人注意前，盛旭突然出现，带他离开。盛旭说他会帮助因为曾被娜娜救过，看他真的像传闻中失忆了。盛旭自嘲地说，算了，只是开个玩笑。韩家的残忍和失忆让猪猪很恐惧，猪猪生气地责怪盛旭此时不该开玩笑。第二天，一嫂的儿子小一又欺负猪猪，猪猪终于爆发，当众让韩家没脸。盛旭注意到了关键点，他早就知道娜娜手上有疤，但猪猪手上没有。盛旭已经拿到娜娜的所有就诊记录，记录中没有任何去疤手术，而猪猪还能吃娜娜过敏的花生。经过深思熟虑，盛旭私下找到猪猪，他问了一个关键问题：你到底是谁？男主盛旭注意到猪猪的异常，他和娜娜早就认识，知道娜娜从未做过去疤手术，所以他私下询问真正的娜娜去哪了。猪猪一再强调自己就是娜娜，只是失忆了。盛旭回想老卢提到的失忆情况，并判定为假，一时还搞不清楚猪猪假扮娜娜的真意图。为了不露馅，盛旭只得岔开话题说他和记忆里的娜娜不太一样。后来盛旭知道了猪猪想继承江家集团，然后抛弃韩家。他提醒他，现在很多人都盯着江家集团，韩家是唯一能帮他赢得继承权的助理。他劝他别轻易和韩家翻脸。猪猪听后很失落，他现在连自己是谁都迷糊了，他怎么能清楚身边的人到底是敌是友呢？为了顺利继承权，猪猪决定忍气吞声听盛旭的。谁知下一秒就忍不住了，面对韩家人的逼迫和责备，猪猪含沙射影地说自己这直爽个性是跟韩妈学的。韩家人吃惊，不知猪猪何时学会了这种说话艺术。猪猪回房间时，从那双让人磨脚的高跟鞋里发现了端倪，原来家里的鞋都不是他的尺码。虽然猪猪不懂发生了什么，但他的直觉告诉他自己肯定经历了重大的变化。第二天一早，江家就通知开股东大会。韩爸害怕猪猪的疯疯癫癫会出丑，让他待在家哪都不许去。韩家的一嫂和韩四得知猪猪不去股东大会，又开始捣乱，一会儿煲汤，一会儿叫他去百货取鞋，明明就是当佣人使唤。猪猪怎么能忍受这种气？做家务到一半，他决定去股东大会讨个公道。但在去股东大会前，猪猪打算先去医院看看能否通过医学手段找回失去的记忆。在医生的帮助下，猪猪试着找回记忆，但仍旧毫无头绪。与此同时，盛旭和老卢决定不告诉韩家猪猪的假冒事宜，他们打算暗中找到真正的娜娜。两人从那场车祸入手调查猪猪为何顶替娜娜，他们比猪猪更早到达车祸现场进行了模拟，结果发现这场车祸是人为的。为了弄清楚车祸是针对娜娜还是猪猪，盛旭决定诱敌深入，他帮助猪猪争取继承权，迫使幕后黑手再次出手。盛旭和老卢刚走，猪猪就出现在车祸现场，他始终弄不明白为何车祸当天他没直接上车，而是走到这个角落遭到了事故。毫无头绪的猪猪正要离开，正是他之前教训过的黑社会突然来复仇。危急时刻，猪猪靠肌肉记忆和对方激战了800回合。大战期间，猪猪不小心伤了前来找他的黑社会朋友，从这位朋友口中，猪猪得知他曾混黑社会。这场激战最终因警察到场、黑社会人员四处逃窜而结束。此时，江家的大家长在会议上以猪猪车祸后精神异常为由反对他继承集团。原来韩杰早就和江婶串通好了，阻止猪猪得到继承权。
看来韩姐对这份继承权有自己的打算。这时，作为江家集团第2大股东的盛旭也参加了股东大会。他在会上说，他养父委托他全力支持猪猪接管江家集团。他养父是江家集团第1大股东，所以他会全力支持猪猪。有了盛旭和他养父的支持，猪猪接手集团是板上钉钉的事了。这让原本以为稳赢的韩姐气得不行。韩姐气冲冲地找到韩爸抱怨，父女俩商量着给盛旭设了一个局。至于猪猪那边，韩姐向韩爸信誓旦旦地保证，他有办法控制猪猪。场景一转，猪猪得知自己可能是黑帮的人后，他猜自己可能不是真的娜娜。正在这时，她接到了丈夫韩二的祝贺电话，他祝贺她接管了江家集团。猪猪一下子慌了，怕自己的假身份被揭穿。为了不让韩家人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猪猪强忍自己的脾气，尝试成为一个忍气吞声的媳妇。韩妈看到猪猪这样眼神凶狠，以为猪猪心怀不轨，坚决要韩二和他离婚。凭借他作为检察官对法律的了解，猪猪立刻被出离婚法律条款惊得韩妈目瞪口呆。猪猪意识到自己直言不讳可能搞砸了一切，只好乖乖回到厨房做佣人。就在这时，江的一个电话把他从家务劳动中解救出来，他立刻放下手头的活计，借口江婶非要见面为由溜了出去。此时盛旭再次来到这个熟悉的地方，回想起之前跪求福爸救外婆一家却遭拒的情形。回忆完毕，盛旭和韩爸正面对坐，韩爸直截了当地问盛旭这次回来是不是想夺回家产。盛旭没直接回答，只是坚定地说，请你拭目以待。事实上，盛旭这次回来不仅仅是为了夺家产，他要查清楚父亲当年的死因。10年前，娜娜曾透露盛爸的死有隐情，但当时他因嫉妒娜娜和韩二结婚，认为娜娜是故意捏造那话题约见自己。直到最近整理妈妈遗物时，他发现了一条信息，大意是盛妈带他逃到美国，是因为担心盛旭会像盛爸一样遭到韩爸伤害。与韩爸气氛紧张的对峙相比，猪猪面对江婶时显得无比弱势。江婶一上来就警告猪猪，不要因为有盛旭这个大股东的支持就为所欲为。他希望猪猪时刻记住自己的卑微身份和地位。接着本着帮人到底的原则，盛旭把娜娜所有对外公开的信息以及集团内部所有成员资料都交给了猪猪。他希望猪猪能尽快记下这些信息，证明车祸没有对他造成影响，从而稳坐集团社长的位置。自从车祸后，猪猪一直受到周围人的白眼，盛旭的帮助真是太及时了，猪猪感激不尽，承诺要把资料背个滚瓜烂熟。深夜里，猪猪想用指纹解锁平板，却怎么也解不开。这下他更确信自己不是娜娜，边看着娜娜的简历边陷入沉思。猪猪看着总被人冷落的娜娜，心里实在是有点难受。他决定要好好帮娜娜整理整顿这糟糕的人生。第二天，检察厅的领导找不到猪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特地请猪猪的好朋友英俊去他家找人，结果白跑一趟。和他一起找猪猪的还有之前被他误伤的黑道朋友。朋友们完全不懂猪猪那天为何情绪失控，对谁都拳脚相向，觉得猪猪真是不识好歹。他们还曾用特殊方法训练过猪猪的记忆力，帮他通过了司法考试，成为了检察官。事实证明，那些特训给猪猪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他一夜之间就把所有资料背得滚瓜烂熟。盛旭看到这一切，终于放心不少。上任第一天，江婶带着一大帮亲戚找猪猪的麻烦，他们非但责怪他早早嫁人，还说他不懂管理，还嘲笑他是没教养的私生女，认为他的存在只会给公司带来耻辱。这些话彻底激起了猪猪的斗志，他抓住机会把所有亲戚的丑事都揭露了出来。这些亲戚羞愧得无地自容，猪猪大获全胜。他坐稳了集团社长的位置，消息迅速登上了新闻头条。专门贩卖假话的阿直听到这消息，震惊得目瞪口呆。因为拍卖结束后，他已经安排娜娜离开韩国。猪猪本来正准备享受胜利的果实，却被突然闯入的检察官以涉嫌吸毒的罪名带走。这时猪猪的头痛得厉害，脑海里不断闪回车祸和以前工作的场景，他还不停地念叨相关的法律条文，力阻对方以任何理由非法逮捕他。幸好盛旭及时赶到，提醒猪猪这一切都是针对娜娜的，他保证就算跟他们回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猪猪担心自己的真实身份会暴露，只好向盛旭坦白自己其实不是娜娜。那一刻，猪猪突然意识到盛旭早就知道这一切。盛旭也有点惊讶，难道猪猪的失忆是假的？猪猪无奈之下主动提出用自己的头发做检测，同时接受检察官的询问。作为资深检察官的猪猪自然占据了审问的主导，他的审问技巧流畅自如，让新来的检察官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调查结束后，常来送外卖的人一眼认出了猪猪，他好奇地问他最近为什么不来店里吃饭。猪猪一头雾水，不知所措。这时老卢突然出现，带着猪猪和盛旭会面。三人因为共同的秘密简单地交换了信息，他们确认今晚的事件和之前的车祸很可能是同一个人所为。接下来他们要确保在找到娜娜之前，猪猪的身份不会被曝光。韩姐知道猪猪检测是阴性后，真是失望透顶。原来韩姐早就盘算着用药物
来控制猪猪。猪猪一回家就碰上了爱讽刺人的韩妈，没想到韩爸突然改变了他之前的刻薄态度，他赞扬猪猪能巧妙应对检察官的提问。作为奖励，韩爸取消了猪猪的佣人身份，让平时只会在家闲逛的一嫂接手猪猪，乐坏了。晚上猪猪想起外卖大婶叫检察官老爷，想到自己在百货公司也被人这么称呼，这一刻猪猪突然明白自己可能不只是被法条那么简单，他能以一敌百，或许真的是个检察官。那天晚上猪猪回想起被外卖大姐误认为检察官的情况，他开始怀疑自己可能真是一名检察官，但转念一想，自己还有黑社会的背景，经常赊账吃饭，被外卖大婶记住了。他怀疑自己可能是冒充检察官的骗子。第二天，为了猪猪不露馅，法务组长老卢出马了，他主动要求成为猪猪的贴身助理，帮他处理公司的大大小小事务。没想到猪猪聪明过人，在工作汇报中应对自如，他的表现没有一点破绽，这让一直忐忑的老卢终于松了口气。后来猪猪在参加国外分公司的视频会议时，因为网络问题不得不退出会议室。敏锐的猪猪断定他们想背着他做决定，他立刻让老卢重新安排会议时间。这一刻，老卢对眼前这位神秘且能干的猪猪刮目相看。画面转换，盛旭询问猪猪这几天调查娜娜身边人的进展，猪猪告诉他一无所获。原来娜娜自从嫁进韩家就没有了私人生活，她常去的地方就是画廊和志愿者服务点，无论去哪儿见了谁，她都得向韩家报告。于是两人决定从娜娜最后出现的画廊馆长开始着手调查娜娜的下落。临出发前发生了一点小插曲，之前被猪猪拒绝的项目供应商找到猪猪，盛旭误以为对方来袭击猪猪，将他抓了起来。接着两人便聊起这件事，猜想如果那次车祸不是娜娜第一次遇险，那她这次失踪可能是故意藏起来的。这时韩爸突然出现，质问他们谁躲起来了。猪猪见状，立刻动用他的应变能力，他胡编乱造一通，把事情含糊过去。紧接着，韩爸借猪猪随便否决掉先前定好的项目，才发生了刚才的闹剧，数落他做事鲁莽。猪猪不甘被指责，硬气地回应了韩爸。这番不畏强权的态度确实让盛旭吃惊，他惊叹猪猪的行事风格比娜娜帅气多了。说完，盛旭笑着离开，留猪猪傻笑着站在原地。后来，猪猪从韩爸那里得知他接管了家里的画作交易，这笔交易里有贿赂税务局的事，他很快就要去检察厅应传唤了。那天，他和盛旭正赶往画廊的路上，老卢告诉他，3年前韩姐就开始管这事了，结果被卖假画的阿直给骗了。韩家就为了以后出事有个替罪羊，让不受宠的儿媳娜娜来管这事。猪猪听到这气的不行，同时韩姐比猪猪他们早一步去找画廊馆长，他把猪猪可能会被检察厅传唤的事告诉了馆长，建议他暂时出国躲躲风头。谈话中，韩姐无意中得知娜娜车祸前已经把花了53亿买的画取走了，但车祸现场却找不到画，开始怀疑画的去向。韩姐离开画廊时，正好碰上急匆匆的猪猪，她告诉猪猪馆长已经出国阻止他见馆长，然后问猪猪车祸前买的那幅53亿的画现在在哪。猪猪答不上来，韩姐就没再逼问，只是冷冷的让猪猪尽快找回丢失的记忆。这时盛旭拿到了车祸肇事者的通话记录，发现了一个没记录的陌生号码，一打电话发现是韩姐秘书离得并不远，想起之前跟肇事者家属的谈话，肇事者提过车祸当天会收到一大笔钱，盛旭猜测这起车祸可能是韩姐策划的。上车后，盛旭和老卢把这发现告诉了猪猪，叮嘱他以后要小心，别让韩姐抓到把柄。但他们不知道，韩姐已经开始怀疑性情大变的猪猪了。她特意让管家老白换猪猪的晚餐，给了他容易过敏的凉豆面试探猪猪。老白亲自盯着猪猪吃完了一碗凉豆面，两人聊天，猪猪没对老白防备，他抱怨家务和上班一样累。老白突然深意地说，只做分内的事会轻松很多，非得事事插手自然累。猪猪听后陷入了深思。晚上韩二给他送来了芝士蛋挞，韩二强调了蛋挞里没放核桃，显示他懂他。面对经常出轨的老公突然示好，猪猪判断他没安好心，气愤地把他赶出卧室。他回想起韩二的话和盛旭之前阻止他吃花生，他打电话问盛旭娜娜对坚果过敏吗？得到了肯定的答案。猪猪把老白故意做凉豆面的事告诉了盛旭，没想到盛旭很冷淡，让他明天装病对付韩家人，然后匆忙挂了电话。面对盛旭的冷漠，回想起白天那些暧昧的瞬间，猪猪感觉心里小鹿乱撞。为了不让自己沉迷，猪猪狠狠地给自己甩了个清醒耳光。第二天，老白知道猪猪吃了凉豆面后感觉不舒服，急忙道歉，说自己年岁大了，记性变差，误把大家要忌口的东西弄混了。韩姐得知后，忍不住去问老白猪猪的身体状况。老白虽然有些不高兴，批评韩姐把外面的手段带回家，但还是坦白了自己误用了凉豆面的事情，并把猪猪对凉豆面过敏的事告诉了韩姐，这让韩姐更加确信猪猪是冒牌货。在调查猪猪的过程中，韩姐发现盛旭等人以前也查过他，她必须确保江家的遗产不落入盛旭手中，只能悄无声息地寻找失踪的娜娜。不久，韩姐得知车祸当天那幅失踪的画作已经被秘密卖掉了，卖家居然是3年前使他失势的阿直。猪猪从老卢那里得知今天是盛旭的生日，他特地来给他庆生，这让一向不庆祝生日的盛旭既惊又喜。晚饭后，猪猪和盛旭举杯畅谈，聊到盛旭生日那天他爸爸
因火灾去世的事情。猪猪柔声安慰他，跟他说他爸爸肯定不希望他因此一直难过。猪猪的话让盛旭想起娜娜当年的安慰，他不由得笑了起来。聊完这些，猪猪又问起了娜娜的生日，想用这个日期试试平板的密码，结果却错了。盛旭猜测密码可能跟重要的日期或者重要人物的生日有关。猪猪于是尝试用盛旭的生日解锁，没想到真的成功了。成功的一刻，猪猪感到有些苦涩，感慨盛旭和娜娜之间能共享这样的密码。接着他们在娜娜的平板上发现了重要线索，原来娜娜一直在收集关于韩家的秘密，包括韩二的出轨和韩四的嗑药问题。但最令人震惊的是，韩妈竟对身为私生女的儿媳毫无同情，反而对她拳脚相向。而关于韩爸和韩姐，只记载了他们14年前做过假账，没有其他的信息，这让盛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是韩爸和韩姐污蔑他爸假账，间接导致他父亲的死亡，而娜娜的失踪是他为了保命故意隐藏起来的。在回家的路上，担心猪猪安全的盛旭决定一路陪伴。这时一辆车突然飞驰而过，盛旭反应迅速，护着猪猪在怀里。猪猪的心跳瞬间乱了节奏，一边是害怕，一边是激动的心动。此时韩家因为八卦新闻上的猪斑和盛旭的绯闻闹得沸沸扬扬。尽管韩家遗产问题复杂，韩爸最近总是支持猪猪，他认为韩二先闹新闻是不对的，让韩妈别小题大做。韩妈一直记挂着猪猪以前背的离婚法，怕猪猪会主动提离婚，让韩二赶紧怀孕。看到猪猪进门，韩妈就开始冷嘲热讽，让他别总以工作为借口偷偷见男人，让他好好待在家里准备怀孕生孩子。这话立刻激发了朱珊的斗志，她直言生孩子不是动物交配，不用听婆婆的指挥。这次韩姐突然不再假惺惺，找了个借口要猪猪当众解锁她的平板，想揭露猪猪假冒的真相。幸好猪猪早就改了指纹，直接打了韩姐的脸。韩姐不由得疑惑这个女人到底是谁。第二天，猪猪碰上了老白，老白告诉她自己是受韩姐之托给她做冷面的，同时问她明明没有放会引起过敏的食材，她怎么会过敏？老白又深意的提醒，以前的猪猪虽然和家里不和，但至少能相处，现在的你变化太多，大家迟早会察觉。猪猪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只能愣在那里。情况未平又添乱，猪猪接到检察官英俊的电话，通知他3天后参加传唤审讯。猪猪试图躲避传唤，找盛旭商量对策，但没成功，决定装作肠胃炎来拖延时间。忍饿一整天的猪猪让盛旭帮忙送点吃的。盛旭虽然抱怨自己不是仆人，但还是忠实的买了好吃的去看猪猪。吃饭时两人又开始聊天，猪猪知道盛旭不喜欢医院，担心没人送饭，赶紧问原因。盛旭没详说，只强调医院让他想起不好的回忆。猪猪就不再追问，突然提到医院最暖和的地方是急诊室门口，因为那儿人来人往，还有免费速溶咖啡。这话让盛旭想起娜娜也曾说过类似的话，不由得瞪大了眼睛。就在猪猪装病的消息被曝光后，盛旭和法务组长老卢不得不快速处理检察厅的传唤，只能冒险让猪猪去接受调查。狡猾的韩爸知道后，担心会影响生意，嘱咐猪猪开嫂子的车去检察厅。猪猪出门不久就碰到急匆匆的盛旭，原来盛旭担心猪猪情绪不好不能开车，特地来当司机。没想到猪猪异常勇猛，一路如飞。当猪猪想减速时，才发现刹车被动过手脚。猪猪突然意识到韩爸想干掉他，开始使阴招。同时管家老白在车库发现异样，赶紧让安保确保猪猪的安全。没料到猪猪会把这波操作误会成韩爸派人来追杀他，这更坚决了他心里不能让对方得逞的念头。突然迎面驶来的车辆吓得猪猪心慌意乱，他的头脑里不断闪回那天的车祸场景。旁边的盛旭看状况不对，赶紧接过方向盘，他决定开到检察厅门前强行熄火，迫使车子停下。强行熄火之后，盛旭担心猪猪会受伤，紧紧护他在怀里，直到车彻底停稳。下车前，盛旭还提醒猪猪调整好情绪，准备面对接下来的调查。自己的手臂扭伤了也顾不上。很快，猪猪和盛旭火速赶到检察厅的消息就上了新闻。幕后黑手韩姐听说猪猪安然无恙，她觉得自己被满口花言巧语的阿直给忽悠了。后来得知是老白安排的安保，不禁瞪大了眼睛。猪猪从检察官英俊那里得知自己其实是一名检察官，不由得陷入沉思。他如果承认是猪猪，就意味着他冒充了娜娜；如果承认是娜娜，就得做伪证，帮韩家洗清化作交易的嫌疑。为了避免一步错步不错，猪猪借口申请律师，把和英俊的对话都告诉了盛旭和老卢。三人商量后决定静观其变，与英俊周旋到底。审讯中，英俊得知猪猪失忆，他想知道是什么事让失忆的猪猪觉得自己是财阀儿媳娜娜。看猪猪说话小心翼翼，英俊首先表态会像以前一样支持他，保证无论何时都站在猪猪这边，并签了保证书，确保猪猪的身份安全。英俊一见面就责备盛旭利用失忆的猪猪冒充财阀儿媳，把他置于危险之中。盛旭看英俊一副过度担心的样子，醋意上头，直言自己一直在保护猪猪。这时老卢插话打断了两人的争吵，他把韩家准备销毁车辆证据的事告诉了大家，这让英俊更加担忧猪猪的安全，坚决反对猪猪继续冒险冒充娜娜。盛旭虽反复保证会保护猪猪安全，英俊
还是一副强硬的态度。老卢听不下去了，认为盛旭已经因为保护猪猪受伤，既然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应该互相信任。最终大家达成共识，在找到娜娜前，猪猪将继续冒充她。后来猪猪跟英俊回家，发现自己和盛旭竟是邻居。英俊见两人聊得火热，开始炫耀自己和猪猪的亲密关系。当着盛旭的面，他解锁猪猪家的门密码，邀请他进屋深聊。两人进屋后，英俊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猪猪，希望这能帮助他恢复记忆。但此刻比恢复记忆更紧要的是，猪猪得去检察厅上班，撤销之前为了找他而报的警。也就是说，猪猪得背下自己的人生资料，准备应对旁人的追问。看着堆满的资料，猪猪觉得头大如斗。另一边，吃醋的盛旭拿着房屋图纸仔细查看，本想透过墙壁偷听猪猪和英俊的谈话，却被好的隔音效果阻挠。于是他想通过监控确认英俊是否已离开。猪猪下秒就出现在监控画面里了。他知道盛旭受伤是为了保护他，特地带了跌打药过来给他包扎。吃饭聊天时，猪猪主动喂盛旭吃东西，他感动极了，这让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第一次见娜娜的情景，忍不住感叹娜娜是那种难得一见的又温柔又坚强的女孩。听到这里，猪猪感到一阵心酸，转身就离开了盛旭。晚上，猪猪去车库调查黑手时，碰巧遇到了老白。老白开口就是连珠炮，是不是有人动了车子？车一旦报废，抓到幕后黑手难度是不是就大了？你明知道危险，为什么还非得留在这儿？猪猪没回答，反问老白到底是敌是友。老白又神秘兮兮的，他留下一句话：世界上不只有敌人和朋友两种人，然后就走了。猪猪回房后接到了黑社会朋友的电话，为了搞清楚自己是谁，他毅然决然地约了对方见面。第二天一大早，盛旭去监狱找猪猪的爸爸，希望他能说出当年的真相，给自己一个交代。猪爸觉得那都是多年前的事了，他觉得说了也没人会信，愤怒的把盛旭赶了出去，还申请了禁止任何人来探监。这时猪猪从黑社会朋友那里得知，他为了不让有案底的父亲影响自己的前途，曾经改名换姓考上了检察官。他在担任检察官期间，经常和黑社会朋友合作，先是用高额赔偿帮财阀摆平事情，然后让黑社会朋友出面为受害者讨回公道。想到这，猪猪觉得这正是聪明又正义的自己会做的事，他不自觉地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后来猪猪去检察厅递交休假申请，不小心撞到了阿直。阿直看着戴墨镜的猪猪，想起了之前追捕的女检察官。猪猪摘下墨镜的那一刻，阿直惊呆了，这个女检察官竟然和财阀的儿媳娜娜长得一模一样。阿直跟着猪猪一直到了他的办公室，他把车祸当天的事情都串联起来了，猜测猪猪可能是因为车祸失忆，所以被误认为是娜娜。这时阿直想起了之前和韩姐的交易，只要他能处理掉这个女人，韩姐就会放他一条生路。想到就做，他一直蹲守在检察厅门口等待机会。谁知猪猪早就察觉到了异常，用小计活捉了他。阿直也不是省油的灯，直接拿起砖头砸向猪猪。就在猪猪生命垂危之际，盛旭突然出现，阻止了阿直。英姿飒爽的盛旭手臂还带伤，很快就力不从心了。最终猪猪凭借他惊人的恢复力赢得了这场恶战。原来猪猪是在老白的提示下，在车库角落找到了被误认为废弃的监控，发现阿直就是偷偷潜入车库洞刹车的人。在猪猪弄清楚阿直身份之前，他因头部受到剧烈撞击而被送进了医院，结果因祸得福，恢复了所有记忆。猪猪不顾自己的身体伤痛，一心只想出院抓凶手。盛旭急忙大声制止他，又心疼又焦急，同时叮嘱他以后不要单独行动，以免发生意外。盛旭不理解猪猪刚出院就去检察厅审问阿直。猪猪解释说，阿直不仅是他的凶手，还牵涉到他之前调查的贪污案件，他调查这些全是为了他那年车祸去世的奶奶。当猪猪得知奶奶的车祸案被搁置时，他就决心考取检察官来调查真相。成为检察官后，他发现车祸案被突然搁置，很可能是因为领导老柳收了钱帮人灭火。于是他开始塑造一个收钱办事的检察官形象，以此潜入敌人内部获取内幕信息。一次偶然中，猪猪在老柳的平板上发现了他和韩家的往来，这也是他之前愿意和老卢见面的原因，因为他想从法务组长老卢那里打听内情。老柳担心阿直会说出什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威胁阿直要管好自己的嘴巴。猪猪恰好在审讯时抓到了这一幕。猪猪可不是好惹的，他表面顺从老柳，背后却采取激进手段，从阿直那里套出不少信息，从涉及化作交易的大人物到韩姐是他追杀的幕后黑手，甚至包括娜娜跟阿直偷偷交易后逃到国外。阿直深知自己现在是众矢之的，所以他决定和猪猪合作，以求自保。审讯结束，准备回韩家的猪猪在路边遇到了一直等他的盛旭。盛旭担心猪猪深入虎穴，把自己设置成了猪猪手机的紧急联系人，希望能第一时间保护他。这举动让猪猪感动不已。临走前，他主动帮盛旭系好了鞋带，让盛旭露出了甜蜜的笑容。忙碌一天的猪猪回到家，还得应付那些刀子嘴刀子心的韩家人，实在有些累。这时韩爸又提出要吞并江家的酒店，韩姐虽然不满，但也只能接受，因为阿直被捕确实让她处境尴尬。尽管如此，韩姐还是高姿态提醒猪猪，警告他做事不要太任性，以免露出真面目。猪猪记忆恢复后，犹如觉醒的猛兽，直接反击：如果没人惹我，
我才不会露出真正的凶猛面目，反倒是韩姐。你才应该不要太随心所欲。家里的风向明显偏向猪猪，一扫韩二和韩四私下决定顺势而为，支持猪猪。韩二带头行动，想要拉拢猪猪，结果却功败垂成。猪猪回想起老白曾经提到，他不希望家中再有因财产而起的纷争，这是关于盛霸的事。于是猪猪找老白聊天，老白没说什么，只是让猪猪转交给盛旭一些菜。盛旭看着这些菜，感受到一阵心潮澎湃，这些都是他爸爸生前最爱的食物。得知盛旭和他爸关系特别好，猪猪心里不免有点发虚，因为盛旭还不知道那个导致他爸去世的纵火犯其实是猪猪的爸爸。临走前，盛旭让猪猪帮他吹吹头发，这种亲密的接触让猪猪又想起了这段时间和盛旭的相处，他不由自主地愣住了。盛旭被吹风机烫到，赶紧抓住了猪猪的手，他本想调整吹风机的方向，却不小心摆出了个暧昧的姿势。猪猪突然回过神来，很正式地道了个歉。他不确定是因为他爸的事情，还是因为不小心烫到了盛旭。就在他们眼神交错的那一刻，老卢突然出现，让他们俩都尴尬的不知所措。紧接着，老卢毫不留情地揭露了盛旭装受伤的事实。猪猪有点不好意思，说自己还有事，急忙离开了现场。第二天，猪猪从阿直那里得知了老柳受韩家所托，让阿直把化作名单上的韩姐名字换成娜娜，这样一来，韩家就可以以涉嫌贿赂的罪名把猪猪从合并的酒店中赶下台，从而侵吞江家的酒店资产。为此，猪猪决定要想办法报复。英俊看到这一幕，严肃地问他：既然记忆已经恢复，为什么还在意娜娜的遗产到底会落到谁手？这是因为盛旭吗？他知道那个害他父亲的凶手和你有关系吗？猪猪边辩解说，这还没来得及解释，心里却非常清楚，这个真相对盛旭来说会是巨大的打击。那天下午，猪猪以检察官的身份去见了猪爸，他不是来关心父亲的监狱生活，而是带着泪水愤怒地质问父亲为什么要纵火。对猪猪来说，猪爸是他奶奶去世的罪魁祸首，他几乎是在吼叫着质问猪爸：因为你我和奶奶过了多少苦日子，因为你多少无辜的人丧生，你却还能在监狱里过得安逸，以后我们就没必要再见面了。话音刚落，猪猪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会客室。第二天，盛旭告诉猪猪，他暂时阻止了韩姐吞并江家的产业。猪猪显得兴趣缺缺，沉浸在悲伤中的猪猪带盛旭到了奶奶的骨灰前，告诉他自己的父亲就是那个纵火害死盛霸的凶手。猪猪实在太讨厌他爸了，所以他主动放弃了猪爸的姓氏。猪猪原本以为盛旭知道真相后会讨厌他，没想到盛旭平静地说：这不是你的错，你不应该为你父亲的罪行承担责任。猪猪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盛旭，只好一个人默默地走了。就在这时，黑社会的朋友们把盛旭拉上了车，一路上没完没了地问他和猪猪的事。三人聊开了花，他们开始回忆起和猪爸的旧日江湖事。他们告诉盛旭，猪爸年轻时曾经遭遇火灾受伤，一看到火就特别难受。盛旭突然感觉到了不对劲，一个怕火的人怎么可能是纵火犯呢？盛旭想把这个疑问告诉猪猪，但猪猪总是故意避开他。下午，猪猪找阿直要交易名单，阿直利用掌握的秘密拒绝合作，猪猪无奈，只好请监狱里的黑帮兄弟对阿直进行监视和威胁。时间一长，阿直吓得患上了被害妄想症，最后决定放弃小动作，归顺猪猪。这时，猪猪正忙着假扮娜娜潜入韩家，没能接到阿直的电话。韩二的情人一个女主播突然出现，逼着猪猪坦白身份。原来这女主播靠着多年播音经验，发现猪猪和娜娜说话的习惯完全不同。关键时刻，韩二突然出面替他解围，狠狠地训斥了自己的情人。猪猪曾以为韩二是个连妻子都认不出的笨蛋，没想到韩二早就从细节上揭露了猪猪的真实身份。此时出手帮忙，全因为韩二在策划更大的计划。另一边，韩姐和韩爸正为了吞并江家酒店大吵，盛旭的介入让韩姐的计划难以推进。韩姐被韩爸痛斥之后，还受到了韩二的嘲讽，于是暗地里咬紧了牙关。她决定让那些看不起她的人付出代价。晚上，监狱的狱长接到了韩爸的电话，命令他不声不响地干掉阿直。因为太过紧张，阿直越发神经质，被单独关进了牢房。在这里，阿直面临着被灭口的命运。隔天早上，阿直在狱中畏罪自杀的消息震动了社会，他口袋里还藏了一份伪造的贿赂名单，名单上赫然写着娜娜的名字。猪猪一听这消息，急忙去问老柳出了什么事。老柳心里打鼓，生怕精明的猪猪是个内奸，他坚称是猪猪的审讯逼死了阿直，并威胁猪猪必须把这事压下去。猪猪辛苦找到的王牌就这么没了，他郁闷的独自借酒消愁。就在这时，英俊找到了他，因为他知道猪猪遇到问题不会向人诉苦，他总是独自一人承受。猪猪苦笑着告诉英俊，我是不是得以检察官的身份传唤自己，然后在大家面前自问自答，一步一步硬着头皮往上爬，最后功败垂成。你懂这种感受吗？你能理解我吗？英俊苦笑回答，我能理解，因为我对你也是这种感觉。英俊9年前曾表达过对猪猪的好感，却一次次被拒绝，他已经习惯了猪猪的冷漠，把喜欢猪猪当成了一种习惯。听到这些，猪猪不由得握住了英俊的手，安慰他。这次握手纯属安慰，这一幕恰好被焦急找他的盛旭看到。场景一转，
喝得烂醉如泥的猪猪忘了回韩家，他迷糊地回到自己家，却醉到连密码都按错了。在迷糊中，他给盛旭发了条求救短信，让他来接他。安顿好后，盛旭吃醋地问猪猪为什么不和英俊在一起。得知猪猪和英俊只是偶然相遇，盛旭那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他接着说：“你就是你，我不在乎你是谁的女人，我不想让别人抢走你。”话音刚落，猪猪深情地吻了盛旭一下。两人纠缠后，猪猪突然发酒疯，推开盛旭，责怪他夺走了自己的初吻。喝醉的猪猪比平时坦率多了，在迷糊中睡去之前，悄悄地在盛旭耳边说：“我已经开始喜欢你了。”这话在盛旭心里激起了巨浪，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应。第二天早晨，酒醒后的猪猪捂着头质疑人生，他记不清昨晚都干了些什么，只模模糊糊记得打了好多骚扰电话，还和盛旭接吻了。尴尬万分的猪猪想要逃跑，正好在门口碰到了来照顾他的盛旭。盛旭还没开口，猪猪急忙说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赶紧溜了。猪猪除了老柳办公室后，绝望地发现自己昨晚狂骂老柳一顿。老刘忍着怒火给猪猪下了最后通牒，禁止再调查阿直的死因，还要他3天内把娜娜带回检察厅。猪猪表面恭顺地应对老柳，一出办公室就在心里痛骂他一番。这时英俊走上前来告诉猪猪，老柳背地里让他查娜娜的信息。英俊机智地用一张看不清脸的照片糊弄老柳。另一边，韩爸在责怪韩姐行事过于冒进，抱怨自己不得不为他收拾烂摊子。从小看着韩爸黑手黑脚的韩姐笑着说：“现在的事情成这样，全都是你的错。14年前盛爸在火灾中丧生，韩爸毫不犹豫地把所有黑锅推给了盛爸，厚颜无耻地霸占了所有财产。现在他还想用同样的手段霸占江家产业，这样的韩爸有什么脸面来指责韩姐？”场景切换，盛旭回忆起前一晚照顾醉酒的猪猪，注意到猪猪有折吸管的习惯，这和14年前在医院遇到的那个女孩一样，而有教养的娜娜从没这么做过。之后和娜娜提起那晚医院的事，娜娜总是一脸茫然。盛旭开始怀疑自己在医院真的爱上的是娜娜吗？第二天，韩姐用她的方式解雇了酬金里一批老员工，被解雇的员工来抗议闹事，韩姐当场下跪动情的解释，说是被娜娜逼无奈才这么做的。老实的员工们轻信了她的泪水，他们聚集在江家酒店前抗议。猪猪和老卢试图闯过员工的包围，结果脑门上挨了个鸡蛋开花了，俩人一溜烟儿跑了。猪猪洗漱完听说了这事，平时对娜娜不管不问的韩二突然爆发，把扔鸡蛋的那帮老员工全都告了。不止猪猪吃惊，连韩家人都觉得不可思议，难道韩二真的爱上猪猪了？同时，为了帮猪猪盛旭，决定暂时和韩爸合作，他把手里的股份转给了韩爸，条件是叫韩爸让老柳撤销对娜娜的传唤。为了解猪猪的燃眉之急，韩爸拿到股份后，让韩姐和韩二一起负责合并后的酒店，这样就大大削弱了韩姐的权利。消息一出，盛旭还特意在记者面前说酒店不会裁员，这等于在韩姐脸上狠狠地打了2巴掌。愤怒的韩姐质问韩爸为何要和外人站在一起。韩爸笑着回答：“这是对我们家利大于弊，你就乖乖牺牲一下吧。”那天晚上，猪猪从老卢那儿听说了盛旭把自己在江家的股份都给了韩爸，他没想到盛旭会为他牺牲这么多。当时电视上正播放盛旭在合并典礼上的讲话，他引用了盛爸常说的话，笑着说：“围墙倒了就变成桥梁。”听到这句话，猪猪激动地冲到合并典礼现场找盛旭，他激动地说：“14年前也有人对他说过这句话，那是在医院的时候。”那时盛旭把自己的遭遇告诉猪猪，说：“爸爸原来是保护他的围墙，现在虽然围墙倒了，但爸爸还是会变成桥梁引导他。”盛旭的话给了刚失去奶奶的猪猪勇气，他因此获得了活下去报仇的力量。这时盛旭才明白，他14年前爱上的不是娜娜，而是猪猪。两人激动的对视，忍不住亲吻了对方。正在这时，老卢突然撞见了他们，两人羞得差点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在回家的路上，老卢向猪猪和盛旭透露，韩二的女主播情人在网上散布猪猪是假货的谣言，这对猪猪相当不利。正当3人准备商讨接下来的计划时，英俊来到猪猪家说有正事讨论。盛旭很自觉地带着老卢离开了，谁知道他那副正宫的气势在英俊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英俊对猪猪说，经过他们的调查，阿直临终前并没有把真正的文件交给监狱里的人，这意味着线索又一次中断了。谈完正事，知道盛旭和猪猪关系的英俊有些失落地说，看来我以后不能再私下来找你了，没有我在旁边提醒，你得记得查看报告，记得缴纳水电费，记得清理卫生间的水渍。猪猪不耐烦地打断了英俊，终于送走了这位忠诚的小跟班。第二天晚上，猪猪和盛旭去找黑社会的老朋友，请他们重新出山，帮忙在赌场打探关于阿直的消息。在猪猪回韩家的路上，盛旭告诉猪猪，他发现了猪爸纵火案的疑点。听到猪爸2个字，猪猪立刻暴怒，盛旭只好把话咽了回去。同时，韩姐决心在新闻发布会上揭露猪猪的真面目。她正在猪猪的房间里寻找头发做 DNA 鉴定。就在韩姐即将得手时，猪猪和韩二及时赶到阻止了她。韩姐看着弟弟全心帮助猪猪，忍不住冷笑说，为什么我们家的男人都围着你转？猪猪毫不示弱地回答，因为我以前是会长的女儿，
现在直接是会长了。韩姐被猪猪这么一顿讽刺，气得脸都绿了。韩姐气冲冲的走后，韩二立刻殷勤的对猪猪说：“我知道你不是娜娜，我也不关心你是谁，只要我们夫妻同心，就能把韩家和江家都包了。”原来韩二其实并没有突然改变对猪猪的好，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已。猪猪冷笑着说：“就算失去了娜娜的身份，我还是可以回去当检察官的。”韩二这软饭男守不住亡妻的遗产那是肯定的，他如果不想白忙一场，就得老老实实帮忙闭嘴不多说。笨蛋韩二根本不是猪猪的对手，猪猪轻轻一说，他就心甘情愿的听话了。此时在医院里，那位开车撞猪猪后昏迷的司机奇迹般苏醒。盛旭听闻此事，立即带猪猪赶往医院。司机就是不肯告诉猪猪真相，坚称是因为癫痫发作才引发了事故。司机的妻子急忙解释，她丈夫在韩家服装厂工作时曾经经历过一场火灾，自那以后就患上了癫痫。猪猪听说这是和猪爸的纵火案可能有关，他下意识地打电话给英俊求助，这让旁边的盛旭嫉妒的不行。接下来的日子，猪猪一边忙着调查阿直的事情，一边关注着司机的状况，忙到头昏眼花。偏偏这时候，老柳还给他安排了一大堆烦人的小案子。猪猪忍无可忍，冲进老柳的办公室质问，结果发现老柳似乎在隐瞒什么。原来老柳已经查出现在的猪猪就是江家会长娜娜，他故意用小案子来牵制猪猪。猪猪正准备给老柳一个教训，这时候卧底赌场的英俊突然联系他，阿直进监狱前曾将一个藏有赌场代币的 U 盘交给某人。听到这消息，猪猪立马冲向赌场，正好在赌场附近发现了一个手持 U 盘的可疑男子。猪猪为了不暴露身份，戴上头套扮成肯德基先生，和那男人展开了激烈的对决。可是头套让他动作不便，让对方逃走了。最终 U 盘落入了韩姐手中。与此同时，韩姐的秘书悄悄潜入医院接近熟睡的司机，幸好盛旭及时赶到，阻止了对司机的暗杀。司机知道韩姐要对付自己，决定归降盛旭和猪猪，向二人透露他当天是按韩家的指示去攻击猪猪的。这已经不是韩家第一次让他做坏事，多年前韩家服装厂火灾也是他做的伪证。猪爸并不是纵火犯，还在紧要关头唤醒了熟睡的工友们，救了许多人的命。猪猪和盛旭匆匆赶到监狱，传唤了猪爸。在他们的追问下，猪爸终于对女儿坦白，他根本就没放过火，承认罪名是为了拿到韩家的钱供猪猪上学。猪猪以为那笔钱是奶奶的保险金，这一刻猪猪眼里泪水汪汪，他这才明白自己一直怨恨的父亲其实是那么爱他。就在猪猪和盛旭渐渐触摸到真相的时候，韩姐的计划也在顺利推进。她得意地对韩二说：“我在你的保健品里加了点特殊成分，明天你就会因吸毒被警察带走。这次连你爸都不会帮你，因为你娶的老婆是个假货。”原来那天韩姐偷偷在韩二的房间安了窃听器，把他们的对话都录下来了。不止这些，韩姐还趁猪猪不注意拿了他的头发，只要韩姐公布猪猪的亲子鉴定结果，就能一举拿下韩二和猪猪。然后韩姐冷冷地对韩二说：“如果你不想像你哥哥那样悄无声息的消失，就把关于贾娜娜的事全告诉我。”可韩二只知道猪猪的年龄和名字，并没给韩姐太多有用的线索。那晚，猪猪、盛旭和老卢三人一起交流得到的信息。老卢得知猪爸不是杀害盛爸的真凶后松了口气，终于可以放心的支持盛旭和猪猪了。三人商量后决定查出纵火真凶，给猪爸洗清冤屈。为了了解更多详情，猪猪和盛旭再次见了猪爸。在猪爸的叙述中，14年前的纵火案逐渐清晰。当年猪爸刚出狱，本想洗手不干，去韩家服装厂工作，却被厂长诬陷偷钱被开除。猪爸怎么解释也没用，大家因为他的前科不信任他。猪爸忍不下这口气，决定在厂门口烧钱证明清白。还没开始，就看到厂那边起了大火。猪爸赶到服装厂后，发现韩家账本就被丢在门口，烧成了灰烬。账本竟然是在厂外面烧的。盛旭震惊地睁大了眼睛。韩爸曾经明确告诉过他，是盛爸进去救账本才不幸遇难的。他们立刻带上英俊，直奔那位受朱山照顾的消防员大叔家，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了解了韩家服装厂火灾的详情。消防员大叔向他们揭露了真相。他说，发现盛爸时情况非常异常，一般人都会在出口附近挣扎求生，但盛爸身上却没有任何挣扎的迹象。这让他们三个人顿时明白了一切。盛爸是在服装厂被人谋杀的。通常这种情况，所有遇难者尸体都应该送往警局进行验尸，但盛爸的尸体却直接被送到了韩家的医院，而且没有进行任何验尸调查。他们三人全神贯注地追查真相，没注意到老柳和韩姐已经派人暗中跟踪他们。此时韩姐正暗中联手将对付朱山，她要求将在江家股东大会上公开朱山和江爸的 DNA 结果，并把娜娜失踪的罪名全推给他，一举把朱山送进监狱。只要解决了朱山，江家就完全属于江了。急功近利的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韩姐。这两个狡猾的女人又站在了同一战线。为了找出那天真正撞死奶奶的凶手，朱山找来催眠师，唤醒了自己多年的封存记忆。回到14年前的那个夜晚，朱山为了找奶奶去了服装厂。路上他看到了一辆豪车，那是一个贫民区，那里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豪车出没。根据朱山的描述，
盛旭回忆起韩爸曾有一辆很像的豪车，但那车在火灾后第2天就被报废了。朱山由此推断，韩爸在杀害盛爸后匆匆逃离，途中又撞死了他奶奶并逃逸，之后与老柳合谋抹去了所有痕迹。第2天一大早，盛旭出席了韩一的追悼会，他当着所有人的面直接质问韩爸那天是否去过服装厂。韩爸明显慌张了，急忙让老白帮他提供不在场证明。身为双面间谍的老白犹豫了一下，最终给出了一个含糊其辞的回答。老白这么一反应，盛旭更确信了猪猪的猜测没错。盛旭离开后，韩姐就跟韩家人爆料说猪猪其实是冒牌货。这消息一出，韩家顿时沸腾了。猪猪和盛旭还浑然不知危机正向他们逼近。他们来到了江家的股东大会现场，只看到江婶在众记者面前宣布，他手里拿着刚做好的猪猪和江爸的 DNA 鉴定报告。猪猪没想到江会突然使这一招，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众人或期待或震惊地看着江婶慢慢打开报告书，开始读起来。根据15项检测证明，生物学上亲子关系的可能性高达 99.9999%。话音刚落，整个会场瞬间炸锅，连猪猪自己都难以置信。猪猪震惊之余迅速反应过来，哭诉着向记者们透露韩家的不信任，同时宣布自己的会长职位和所有股份都转给盛旭。股东大会一结束，韩爸把所有错都推到了韩姐身上，指责她因信谣言让韩家蒙羞。然后韩爸满面笑容地向猪猪伸出橄榄枝，表示愿意把她当做自己的亲女儿。猪猪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让一旁的韩姐怒不可遏。她清楚猪猪其实不是娜娜，坚信肯定有人动了鉴定报告。那天晚上，猪猪、盛旭和老卢聚在一起开战略会议，他们还拉拢了老柳手下的系长。就在几小时前，猪猪等人用钓鱼执法的方式强迫跟踪他们的2辆车露出了真面目，其中一辆黑社会的车逃走了，系长则被猪猪当场抓个正着。在猪猪的威逼利诱下，系长很快就倒戈加入了猪猪这边。猪猪随后告诉老卢一个好消息，老柳开始对付猪猪后，首先想到的是收买英俊，但无论老柳如何威胁，英俊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不仅如此，英俊还趁老柳气得要死时，在他手机上偷装了窃听软件。有了这软件，猪猪他们就能掌握更多老柳的把柄了。战略会议一散，盛旭带着小菜小酒偷偷跑回猪猪家，两人正准备好好放松一下，韩儿却醉醺醺地站在门外大喊大叫，叫嚣着要盛旭把老婆还给他。盛旭担心韩儿的吵闹声引起邻居猜疑，只能无奈开门让韩儿进来。猪猪见状赶紧躲进厨房角落，韩儿一进门就急切地对盛旭说，大哥救救我吧，我如果再留在家里，很快就被姐姐吞得连骨头都不剩。说完这番话，韩儿就头也不回地走了。猪猪好奇地问盛旭为什么韩儿那么怕他姐。盛旭感慨地回答，韩姐小时候有只特别宠爱的小狗，但因为过敏没法继续养，她亲手给小狗安乐死了。猪猪听后一阵寒意，心想韩姐从小就冷酷无情，同时韩爸看着家族股价暴跌，又把怒气撒在韩姐身上，甚至夺回了她管理酒店的权利。韩爸一向重男轻女，从不真心把重要业务交给他。韩姐好不容易把酒店经营好，韩爸却找各种借口把权利拿回。这次韩姐彻底心寒，暗下决心要让看清自己的父亲后悔。第二天一大早，老柳发现网上曝光了自己收受贿赂的消息，立刻想到只有猪猪知道这么多弱点，看着自己前途岌岌可危，急忙向韩爸求助。韩爸本就对难以控制的老柳不满，毫不犹豫地切断了关系。老柳被拒绝后大发雷霆，威胁要跟韩爸同归于尽，要揭露韩爸所有不光彩的事。没想到他们的互撕全被猪猪用窃听软件听得一清二楚，知道老柳手里握有韩爸的种种犯罪证据。猪猪脑海中快速思索，他记得老柳总是携带的那个时钟，猜测证据肯定藏在时钟内。这时韩姐根据手头的各种信息揭开了真相，冒充她弟媳娜娜的正是检察官猪猪。为深入调查猪猪，韩姐直奔检察院，同时向老柳伸出了橄榄枝。韩姐打算拉老柳一起干掉韩爸，并承诺一旦自己当上会长，就让老柳升为集团理事。这时候的老柳已经走投无路，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他压低声音对韩姐说，其实我手上也有你的把柄，那次你在服装厂附近开车撞死了人，那件事是我帮你压下的，我能帮你对付韩爸，但你得先解决猪猪这个问题。她是那个被冤枉的纵火犯的女儿。此时正在柜子里寻找时钟的猪猪得知是韩姐撞死了她奶奶，她只能强忍着痛苦，小心翼翼，不敢轻举妄动。等韩姐和老柳离开后，猪猪赶紧在时钟里找到了 U 盘，他刚离开办公室就发现韩姐在外面等着。猪猪逐字逐句地对韩姐说，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韩姐淡淡地提了提自己的财阀身份，然后狠狠地给了猪猪一个耳光。猪猪正想反击，却被其他检察官拦住。看来一场关于法律和金钱的战争很快就会在这两个女人之间展开。在回家的路上，韩姐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了过去。当时她慌忙逃出服装厂，
开车时不小心撞到了猪猪的奶奶，他立刻打电话给父亲求助。没想到韩爸听完事情经过，只问了他一句话：盛爸死了吗？这是韩姐第一次对父亲的冷漠感到心寒。老柳随即曝光了韩爸的丑闻，甚至没给韩爸任何反应的机会，直接把他送进了监狱等待处理。韩爸被抓后，韩家集团立刻陷入混乱，很快就被韩姐果断控制住。晚上，猪猪和盛旭一起审视了从老柳那偷来的 U 盘内容，里面竟然有韩家服装厂火灾当天的监控视频。视频里，韩姐摇摇晃晃地走出办公室，她的秘书把盛爸的尸体拖到了走廊。猪猪和盛旭立刻明白了，韩姐就是幕后真凶。第二天早上，猪猪正准备成立专案组揭露韩姐的罪行，却突然被检察院停职2个月，举报他的人是江。他已经知道了侄女娜娜失踪的事，他以涉嫌杀害娜娜的名义起诉了猪猪。猪猪气冲冲地找老柳理论，却被老柳讽刺了一番：你这小小检察官，真以为能和财阀斗吗？老柳这次终于在猪猪这儿赢了一回，正得意洋洋时，却突然发现时钟里的 U 盘不见了。发现监控视频也被偷了之后，韩姐又陷入了回忆。那时韩家把赔钱的服装厂交给了她，韩姐不想让看重男轻女的父亲和爷爷失望，只好偷偷伪造了账目。但盛爸是个特别认真的人，他竟然亲自来查账。为了藏住做假账的事，韩姐和盛爸大吵了一架，不小心害死了盛爸。那时的韩姐没经历过大风大浪，只能惊慌地让秘书去处理一切。回忆结束，盛旭气愤地找到韩姐，质问她为何把猪猪卷入这事。韩姐却淡定地回应：你们俩都快完了。猪猪和老卢正为被起诉的事焦虑不已。韩姐以指使人杀害了证人司机及其妻，现在盛旭缺少关键证人，还因涉案被警方传唤。涉嫌杀人的猪猪因与司机关联也陷入困境。猪猪内心自我安慰，至少我还握有韩姐杀人的证据。没想到下一秒英俊的电话把他的希望全打碎了。韩姐的秘书突然独自来到检察院，把所有罪责都揽到自己身上。这样一来，韩姐完全洗清了嫌疑，原本的线索和证人一瞬间全没了。这还没完，记者们每天围堵盛旭和猪猪的家，他们无法出门搜集新的证据。就在两人束手无策时，盛旭突然收到一个神秘的 U 盘，U 盘里有韩家近年的财务报表和韩姐的不少把柄。为查明 U 盘的来源，猪猪和盛旭假扮外卖员，悄悄溜出去调查了家附近的邮箱，却一无所获。这时，聪明的猪猪冷静分析道：我和江家人绝对没有血缘关系，肯定是韩姐身边的人偷偷换了 DNA 报告。我敢打赌，这人肯定是娜娜。与此同时，韩姐正在和她的女秘书对峙。韩姐冷冷地说：我差点就被你骗过去了，调换 DNA 的人是你对吧？江娜娜。原来娜娜整容后混进了韩姐周围等待报仇。在韩姐的追问下，娜娜本想装傻充愣混过去，结果被要求吃下会让她过敏的坚果来证明清白。韩姐万万没想到，娜娜竟然毫不犹豫地吃了坚果，决定不再拖延，直接拿出新的 DNA 鉴定报告证实这人就是娜娜。事情败露，过敏反应发作的娜娜忍痛逃到地下室，却被韩姐派来的黑帮拦下。在这关键时刻，盛旭他们及时到达，救出了娜娜。然后猪猪帅气地漂移过来，他对慌乱的娜娜喊道：没时间解释了，快上车。这一刻，他们的复仇者联盟正式成型。正当猪猪和娜娜等待盛旭时，又落入韩姐的圈套。本来就体弱的娜娜被黑帮打伤后昏迷送医，猪猪因涉嫌与黑帮合作被警方逮捕。老柳得知后赶来落井下石，他一来是告诉猪猪他被解雇了，二来警告他不要再对抗财阀。既然他们不再是上下级，猪猪不再卑躬屈膝，用他的铁齿铜牙让老柳哑口无言。结果猪猪因为拘留期间的狂妄言论被曝光，成了众矢之的。盛旭难以动用关系救他，所以用江家集团的股权做交换，让江出面把猪猪从拘留所救出。监狱里的韩爸让韩二和韩姐对决，韩二从上次的直接对抗了解到韩一的真正死因，担心自己也会步后尘，急忙劝韩爸不要冒险。韩爸不再意自称掌握着韩姐的生杀大权，让韩二听话。一边是毒辣的姐姐，一边是老谋深算的父亲，韩二彻底懵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韩妈知道韩爸的计划后，对儿子的软弱感到气愤。那时候韩四为他哥哥韩二叫屈，他觉得这整件事其实就是韩姐和韩爸之间的较量，没必要牺牲他们当妻子。爱这家人的性格真是两个极端，要么狠到极点，要么软到不行。后来韩妈把韩爸拥有杀手的事告诉了韩姐，希望他能尽早结束和韩爸的斗争。韩姐从小就被爸爸冷落，好不容易掌控了家族大权，怎么可能轻易放手？她严肃地对韩妈说：这次我绝不会轻易罢休。韩妈看着已经彻底变了的女儿，惊得说不出话来。第二天，韩姐和老柳因为猪猪将被释放无罪而争执。韩姐本来就没想要长时间拘留猪猪，她认为放猪猪出来更方便对付她。老柳担心猪猪会因为偷走了他的保命 U 盘而反击，所以趁机在韩姐动手时报警抓猪猪。韩姐早就看穿了老柳的小心思，警告他，如果连这点小事都搞不定，怎么能当韩家集团的董事？
老柳一脸挫败地回到监察厅，得知下月的人事调整，很多人都会被降职，忍不住担心自己的前途。于是他找到正在办理离职的猪猪，他寄软磨硬泡，希望猪猪不要对他穷追不舍。猪猪淡淡回应：“您帮忙隐瞒的那次交通事故，我奶奶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走了。”这一刻，老柳意识到猪猪不会就此放手，吓得说不出话来。第二天，英俊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即将因为人事调整而被降职，这样他就有更多时间帮助盛旭和猪猪对付韩姐。这时，盛旭问起猪爸纵火案的重审进展，即使有监控视频作证，只要韩姐的秘书没有明确的犯罪动机，早已认罪的猪爸想洗脱罪名也很难。盛旭听后感到非常沮丧，幸好猪猪思维清晰，他立刻找到了攻破韩姐秘书的策略。只要让秘书知道韩姐已经不再保护他，那个人肯定会因为心里的委屈而开始反击。猪猪随即要求英俊利用这一点来打垮韩姐秘书的防线，然后他让盛旭去医院照顾昏迷的娜娜，自己则去监狱看望猪爸。他向猪爸详细讲述了近来的种种事情，并希望猪爸在重审期间尽力还原真相，争取洗清罪名。父女俩久别重逢，面对面深聊。猪爸分享了他当初认罪的心路历程。他因为学识不足，曾以为只要离开女儿，女儿就能安全长大，这是他作为父亲能给的最大保护。听到这里，猪猪心里涌起难以言明的情绪。探监结束，猪猪对狱警说：“那是我爸，请多关照，以后麻烦你们了。”韩姐在妈妈的提示下查了爸爸的探监记录，知道老白曾来探监，他马上指令人围堵老白。老白在豪门混迹多年，自然不是省油的灯。没过多久，他就摆脱了韩姐的人，直奔医院找盛旭。两人见面，老白掏出了韩爸交给的秘密武器——一支录音笔。录音里有韩姐火灾那天的言行。原来除了防备大哥，韩爸时刻也在防着女儿。老白一直自诩在豪门争斗中保持中立，现在看来他也是为了自保才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晚上，盛旭想联系老卢商量怎么逼韩姐认罪，但始终联系不上。他们不知道韩姐用老卢为救命钱出卖盛爸的事威胁他，迫使老卢转投他的阵营。猪猪随后召集众人，布置逼迫韩姐认罪的最终计划。大家决定在韩姐任职大会上设局，让她落网。转眼到了韩姐的任职大会，猪猪正在热火朝天的布置。韩姐提前得知计划，大步向猪猪走来，亮出录音笔，同时揭露老卢是卧底。猪猪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事后气愤的猪猪决定找老卢理论，没想到老卢竟然接受了猪猪的见面邀请。面对老卢的爽快应答，猪猪虽然怀疑，但还是决定见面。得知老卢是被韩姐威胁的，猪猪放下了戒心。他没想到老卢为了钱，还是射了他一道，用药迷晕了他。猪猪醒来时，韩姐已经出现在面前。两人对话中，韩姐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还嚣张地说法律永远在财阀手中。猪猪突然邪魅一笑，用他的法律知识给韩姐的罪行判了刑。猪猪受父亲启发，决定利用韩姐的自大来攻击他。为此，他和盛旭安排老卢做双面间谍，从而完成计划。为防止韩姐翻供，他们选择了直播，把韩姐的丑态暴露给网友，这样韩姐再牛也束手无策。原以为这就结束了，没想到韩姐还在挣扎。他召集公司所有律师想脱罪，律师团建议他把罪责推给秘书。同时，老白利用权限查了韩姐秘书的入职信息，得知韩姐不止一次资助秘书妹妹的心脏手术，但最终她的妹妹还是没能战胜病魔，离开了人世。为了回报韩姐的关怀，秘书心甘情愿地为她卖命。他怎么也没想到，那些心脏移植的机会其实是韩姐放弃的。一旦发现真相，秘书决定翻脸不认人。他亲口承认是在韩姐的指示下做的一切。秘书的出尔反尔，直接把韩姐推到了绝路上。绝望之下，韩姐亲手写下了认罪书。她选择了一个静谧的地方，结束自己复杂的人生。对于各种罪犯见多识广的猪猪，根本不信韩姐会这么轻易就死。他在机场拦下了正打算逃跑的韩姐。原来猪猪曾在为韩家卖力时帮韩姐洗过内衣，这段经历让他在辨认尸体时迅速发现了蛛丝马迹。随着韩姐的落网，一切纷争终于尘埃落定。一直昏迷的娜娜终于醒了过来，她约了猪猪和盛旭见面，一是感谢猪猪在她不在时代替她面对韩家，二是把盛旭还给猪猪。娜娜明白她曾不经意间享受了猪猪本应得的爱情。之后，她决定最后一次作为韩家儿媳给韩妈致命一击。韩妈宠爱的大儿子韩一的死，其实是韩姐策划的。尽管其他孩子都知道真相，却都选择了沉默。这时韩妈想起韩二过去的软弱无力，彻底崩溃了。另一方面，猪猪决定跟随盛旭去美国生活。他在出发前特意拜访了刚刚无罪释放的猪爸，两人尝试以父女身份亲近，话语间不免有些尴尬。就在猪爸因此感到失落时，猪猪给了他一个久违的拥抱。看着女儿坚定的背影，猪爸内心充满了感慨。此后，娜娜接管了江家集团，老柳和韩爸成了监狱里一起健身的好友。韩家人不再能左右风云，而是过上了辛苦搬运煤炭的生活。而猪猪和盛旭两人在美国街头也迎来了他们的爱情。